嗨，我是熊妈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要来车缝1字拉链口袋。这个影片的重点是拉链与布的尺寸计算方法，还有车缝拉链的重点，利用整趟，如何整趟才能够更平顺。首先，带布的长跟宽怎么去计算呢？将所需的拉链从头到尾量好实际的尺寸。我这边使用的是 15.5 公分，左右我们各留 1.5 到2公分之间，所以我们是用19公分的宽度。那在带布的上面呢，我们是留2公分，画好一条直线之后，那拉链的宽度呢，我们是1公分，找出直线后，实际的拉链宽我们加 0.5， 这样在车缝的时候才不会车到头尾。那 15.5 加 0.5， 所以我们是16公分，左右各8公分，用比较细的记号笔，那直角将左右的宽度实际画好，画出一个长16公分、宽1公分的一个长条框。那拉链布呢，使用的长度通常在拉链底下大概是15公分左右，我这里的带布比较短，所以呢我的带布就会稍微短一点。那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去衡量。那从我们的带口往下，我们大概留的长度是7公分。那刚才我们的拉链的带布上面有留2公分，所以我们在带口下5公分的地方画一条线做延长，然后将我们的拉链的带布对齐。对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找出中心点，将我们的带布的中心点跟我们的拉链的带布中心点对齐，可以看看你的布是不是长短合适。那我们要车缝的是这个拉链的框框，将拉链布跟带布我们用珠针固定起来。那车缝的针值正常是 2.5，那我们把它调小到 2.0。 车缝的时候，我们压布角的中心点对齐好线。车缝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车，车缝到最后的时候，可以一针一针的利用针目去调车缝的指点。车缝好，压布角抬起，再转弯车缝，一样也是慢慢的一针一针去做调整。一样对齐好中心点。车缝到最后，记得我们要回针固定好。那车缝好一个框，将1公分的拉链的宽度呢，我们把它画 0.5 公分，找出中心点。那延伸一条长度，
画好之后呢，在拉链的左右，我们各留大约是 0.7 左右。这里大多在正面呢会画一个倒三角形吧。待会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去剪它。我们利用一个比较尖锐的剪刀，在中心先剪一道口，然后再把它剪到这条直线的画的直点的地方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是没有在正面这边做操作，我反而会翻过来在背面。背面的话呢，它会有车缝的一个框框，会更加的清楚。那我们注意这左右这个角的车缝线，那我们要剪的线条跟前面画的是一样，由我们的刚刚剪开的直点呢，对齐左右的角，大约是留 0.1 公分左右，不要剪到车缝线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眼睛更能够看到哪一个线的地方，你不要去剪到它。那将两边都剪好。带布翻到背面，我们来做整烫。整烫它会更容易翻得很平整。利用熨斗的尖的地方，我们将刚才剪开的缝线上下都把它烫开。烫开之后，在正面再去做整烫，就会更顺更直。那车拉链呢，我们要使用拉链压布脚。我们先把拉链压布脚先换好，将拉链呢套在这个框框的上面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要注意拉链的头，你是习惯在哪一边做拉？那利用珠针把拉链跟布做一个固定。如果你一般使用粘的话，也可以利用布胶去粘它。那车缝时，将拉链先拉下，然后拉链的压布角对齐布边。那车缝的针子，把它调大到 3.0 会比较漂亮。如果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可以一样用正常的 2.5 去车缝。那车缝时可以慢慢的车，那一边用木锥去调整拉链的靠近布边的宽度。那大概车到差不多靠近有车好一段的时候呢，可以将压脚抬起来，然后将拉链头拉回去。那在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车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。那利用木锥去调整拉链的位置，然后一样车缝慢一点。那车缝到接近尾端的时候，一样是一针一针去做调整位置，跟刚才我们车拉链框一样。那这边的话，记得针绝对不要去车缝到那个拉链的指那个停止的指。那一样把框车好。那在这边拉链的头会比较宽，可以再把压布角再稍微再抬高更高一点，就可以轻轻的拉过去。然后还是要注意拉链的调整。
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记得针不要去车缝到拉链的那个头的地方，一针一针的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如果车到车的线的接合的地方，不要忘记去做回针固定。车缝好，我们将线头剪掉，就会像这样子。那我们将拉链的带部往上折，再利用珠针去做固定，将拉链头拉到中间。刚才我们剪的三角形，要将它车缝2次做固定。它一样是拉链的压布角贴到布边，那我们来回车缝2-3次。这样的话，不容易崩开之外，拉链的两端也会比较漂亮。那两边都一起把它车好。那我们固定好之后呢，要把带部把它车缝起来。那我们在底的地方找一边呢，开始做车缝，大约车缝是1公分的宽度。那一样是回针之后，车缝一个 U 字形。然后把它车缝起来，一样是回针去做固定。这样子我们的口袋就完成了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